大家好，我是老宋，今天要前往日本中部静冈县的滨松市。跟几个来过几次日本的朋友提到滨松，竟然都没听过，也不知道在哪里，足以可见滨松市的存在感非常低。大家都听过静冈县、静冈市，但其实大部分人不知道，滨松市才是静冈县的第一大城市，人口约78万，面积1558平方公里，在日本是排第2的大城市。出站口左边是铃木的展厅，然后右边是这个卡哇伊和合乐器。滨松市是一座典型的工业城市，也是铃木、本田以及雅马哈等著名企业的发祥地，因此在城市里各处都能看到相关的元素和宣传。另外，滨松的饺子非常有名，很多人来到这里都会专门去吃一次滨松饺子，尤其是一些名店常常大排长龙，街上也能看到不少饺子店。来滨松的第一顿饺子。果然是到春天了，还挺暖和的，完全不冷。今天天气也不错。先去车站旁边的这一家咖啡店吃个早餐。看地图上介绍这家应该还不错。点了一个拿铁，然后我其实一直特别想吃的就是这个杏仁的可颂，我在东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。日本的大多数城市，它站前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巴士站，都是以这种圆形的方式，然后有很多的站台。一般出了车站，出了那个电车站之后，对面就是巴士站。感觉现在日本各地的电车还是巴士啊，不管电车还是巴士，都是开始推广这种触碰式的信用卡刷卡的方式。所以，如果到日本旅行，准备一张这种可以触碰的信用卡，其实会比较方便。几乎现在电车、巴士都可以用，甚至很多地方的巴士它不能用那个西瓜卡，只能用这种方式。你看它这个标志就是西瓜卡是不能用的，好几种卡都不能用的，所以还是信用卡比较方便一些。其实离车站这边挺近的，坐过来大概3站吧。对面就是他们的市役所，然后市役所的后方，这边看到就是滨松城，这也算是滨松市一个比较重要的景点了。先来这个滨松城看一下。天气好，真的是不错，整个天就非常的蓝，而且今天真的是万里无云呢，竟然没有看到云彩，任何的云彩。然后整个公园的话，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天守阁。滨松城的天守阁，它其实是58年重建的，然后还有复原的城门，石头的这个城墙倒是400年以上的筑城时候的这个石原。
然后旁边有德川家康像。滨松城是一座始建于16世纪后期的平山城，现在看到的天守为1958年按照历史资料重建的3层天守阁，规模不算大，但建筑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，城基使用了未经打磨的自然石材堆砌而成。这种石垣被称为野面积，看起来粗犷而稳固，也是战国时代城郭常见的风格。滨松城的地势略高，可以俯瞰周边城市的区域，当年在军事上具有防御和监视的重要作用。而滨松城之所以出名，更因为它是德川家康的成名地。1570年，29岁的德川家康为了对抗强敌武田信玄，把根据地迁到了这里，一住就是17年。而这17年是德川家康人生中最艰难也最关键的磨练期。他在这里经过了惨痛的败仗，但也在这里积蓄了统一天下的力量，并最终统一日本，建立了德川幕府。所以滨松城也被大家称为出世城，寓意着事业有成，步步高升。现在日本各地真的是把这些动漫利用得非常彻底。这边是跟这个 ABA 合作，然后有一些这种食品电车的涂装，还有一些印章。本来想要去看车站附近的这个乐器博物馆的，结果竟然休馆，而且很长的时间从12月1号到7月10号。滨松也是乐器之都2大乐器生产商，一个是雅马哈，一个是和合乐器，所以他们有一个这个乐器博物馆，这也是挺特别的，其他城市是没有的。看起来也有很多这种乐器的演奏的表演。马路对面斜对面的就是乐器博物馆，现在看起来整个都围起来了，应该在重新装修吧，所以这到7月份之前应该都是不开的。它展示了应该世界各国的这个乐器，也体现他们这个音乐之都的一个特色吧。这个最高的楼刚近看了一下，它其实是一个复合设施，底下有商场，然后上面是酒店，另外顶层有一个展望台，然后是1200块的门票去看这个展望台的话。看起来主要还是以餐厅为主，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购物的商店。这边也是餐厅，里面的环境看起来不错。车站旁边好像有乐队的表演。然后看起来车站旁边这里有一条商店街，然后去这个商店街先逛一下，等一会儿吃午餐。哦，这家应该就是雅马哈的专卖店吧，估计是。这么大的一栋楼。滨松的商店街看起来跟其他城市不太一样，不是那种顶棚的带顶棚的那种穹顶的商业街，更有点像那种欢乐街，晚上吃饭喝酒的地方。
最热闹的看起来还是这条路，人流量也比较多，然后周围也有一些店。滨松这边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鳗鱼，他们在冰冰湖有这个养殖的，所以鳗鱼在这边也是特别有名的一道料理。很多人到滨松来的话，都会吃这个鳗鱼饭。今天中午就吃个鳗鱼吧。鳗鱼的话，在日本应该算是相对来说比较贵的料理了。今天点的这个套餐啊，它其实还挺复杂的，有一整套吃的方法，它专门给你一张这个小纸条，介绍怎么吃。这应该是一整条鳗鱼，烤好之后放进去。它这第一步的话呢，就是把这个鳗鱼拿出来，直接吃它的原味儿。然后第二步的话，加一些这种调味料，芥末啊、葱之类的，然后拌着调味料吃。然后第三步的话呢，就是加一些汤汁，就感觉跟茶泡饭一样的这种吃法。最后的话，就选择自己最喜欢吃的一种方式来吃。现烤出来的这个鳗鱼啊，真的还是挺香的。茶泡饭的味道我觉得就比较清爽，它通过汤汁把鳗鱼的这种味道稍微的中和了一下，所以整体感觉对胃很好，很舒服，吃起来。傍晚的话要去这个市区相对来说比较近的一个地方，叫中田岛沙丘。前面两个人已经跑起来了，今天是来的稍微有一点点晚，现在5点半，他5点40落日的，很多人远处应该看到都已经在那边等着了。前面这俩人都已经跑起来了。中田岛沙丘，好多人啊！果然大家都在飞奔去看落日，稍微时间有点紧张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中田岛沙丘，果然有很多沙子，想起了鸟取沙丘了。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日本三大沙丘，这是其中之一。还有一个是鸟取沙丘，还有一个是哪儿？大家猜一下。很多人都已经看完回去了嘛？是不是太阳已经落下去了？哦，在那儿还可以看到一点太阳的余晖。这走一走还挺长的，我觉得等我走上去，真的已经都太阳落下去了。那边的天空还是挺漂亮的。已经完全落下去了，还好赶上了最后一点，底下就是海。眩しい光開く扉溢れ出してく行ってきましょう。広がる光包み込んで
果然到晚上，这些饮食店的街就热闹起来了，人就变得很多。白天就是没什么人，真的是遍地都是饺子，每家店都是卖饺子的。感觉热门的店啊，日本人真的喜欢排队。热门的店大家都知道，都是在外口，很多人在排队。这家店看起来应该是真的是很有人气啊，排队的非常长，好多人，这得等1个小时吧，我觉得。想排也排不了，今天已经营业结束了，只有这么多人，后面就不能再排了，还是换一家吧。看来真的是太有人气了。换了一家商场里的饺子专卖店，然后刚看了一下，也要等大概40分钟。今天是周末，所以真的人会比较多。昨天没点这个圆盘的饺子，今天点这个圆盘的。不是，他们家好像比那个少一点，16个饺子。我觉得这个应该量还差不多。然后没有米饭，就是单纯的饺子，16个，再配一杯啤酒。我觉得昨天晚上吃那家，它的那个饺子馅的口味会稍微重一些，这家更清爽一些，但是也挺好吃的，也挺不错的。不过让我推荐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车站那家会更好吃一些，而且它有不同的这个馅儿的选择，这边是没有什么其他馅儿的，就只有一种，那边是有不同的馅儿的选择的。Tomorrow feels like sunlight spilling through the blinds. I don't know if I'll reach it, maybe I won't mind. I keep returning, tracing steps I left behind, as if the past could teach me what I'd like to. 昨天是滨松市内的游览，今天到郊外了。所以租了个车比较方便。然后滨松其实比较有名的就是他们有一个滨名湖，这离市区有点远，然后周边它是有一些这种花园啊，或乘船啊，或缆车的游览。然后远远望过去，好像在排队啊，真的在排队啊！怎么这么多人？真的是很意外啊！门票是一个人700块，如果是跟动物园一起的话，那是优惠票950。这么大一个设施，只能用现金付，这个我真的是觉得有点太落伍了。现在主要是梅花的季节，所以梅花开得比较漂亮。这感觉真的是有点像，远看都有点像假的，但是这个肯定是真的。果然园内现在有真的是非常多的梅花。各种颜色的，这是粉色的梅花，其实还蛮漂亮的。这个看上去，现在这樱花都已经开了。不想走路的话，可以坐这小火车游览。这公园挺有意思的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小缆车。这小车竟然是免费的，其实。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电梯啊，电梯的功能，就把大家送到这个坡上面来。整个园子还真的是挺大的，那边是入口的地方。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水池，我估计3月份之后吧，花开的更多之后，应该会更漂亮一些。哇，果然温室里面就花开了好多花，很漂亮啊。
我觉得它这里面的这个花的颜色搭配的也挺漂亮的。哦，满片的花，也特别集中。想起那个以前听的 SMAP 的那首《世界上唯一的花》，世界に一つだけの花，每一朵花都很漂亮，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，就跟人一样，大家要为自己绽放的那朵花而感到骄傲，不用去跟别人比。玫瑰冰淇淋，真的有一股那个鲜花饼的味道。大家吃过云南的鲜花饼吗？真的是那个味道。这种小地方一到节假日车就特别多，所以很难找停车的地方。找了半天，绕了半天，才终于把车停好。这边它有一个冰明湖，还有一个管山寺和管山寺温泉。越靠近景点，这边车就越堵得多。前面就是冰明湖了。今天真天气相当不错啊。这个地方呢，它其实相当于一个伸到湖里的半岛，所以绕着这个半岛一圈都是湖水，所以这边也是湖水，阳光不同，它的颜色也不同，这边就比较偏绿一些，刚刚那个地方就比较蓝。从这个上面上去，应该就是管山寺。上一班的船感觉人还挺多的，它有好几个港口都可以上船的。这个还挺有意思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做过那种手工船，它后面用一个木片，然后用皮筋把它缠起来，然后利用这个皮筋的弹力让它转动，在水上可以行进的这种小船。
冰云湖这边真的全部都是卖鳗鱼的，全部都是鳗鱼店。但是我觉得鳗鱼真的是一段时间吃一次就可以了，连续2天吃真的不行，所以今天还是不吃鳗鱼了。然后滨松这边其实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特产叫 unagi 派，就是鳗鱼派。其实跟鳗鱼没什么关系，就是鳗鱼形状的一种饼干。然后他们有一个工厂可以来参观的，但这个地方其实真的坐公共交通也不是特别方便。刚好今天开车就顺便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 unagi 派，长长的长条形，长得形状像鳗鱼一样。来的人还挺多的今天。日本各地其实都会有一些这种食品工厂或者啤酒工厂，都可以参观的。就北海道的那个白色猎人工厂也是特别有名，用这个 unagi 派做的冰淇淋。合照。哦，就只能看到整个车间的样子，但是没有在工作。哦，2楼这边还有一个咖啡店，卖一些甜品。记得去北海道那个带广的时候，也有他们那个北海道特别有名的那家甜品店，然后他们也开了咖啡店，而且很便宜，就变成了购物之旅了，买东西了。有一些期间限定的特产，现在最近是草莓的季节，就是工厂店它可能会有一些一般店里买不到的特别的商品。买了2盒。滨松最后一站，这边还有一个叫变天岛的公园。现在真的还是稍微有点晒，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好了，在这儿看一看。不过气温倒是还好，蛮舒服的。有人在这钓鱼呢。变天岛海滨公园，夏天的话，应该这边就是那个海水浴场，远江八景之一的变天夕照。这傍晚夕阳的时候，通过这个鸟居可以看到夕阳，也算是一景了。不过这个就比较晚了，到5点多、5、6点了吧，应该要。滨松或许不是一个旅游元素特别突出的城市，如果单从观光的角度来看，可能也没有隔壁静冈市那么鲜明的特色。这里显得低调，甚至有些平凡。但正因为如此，这里反而是一个很适合慢慢感受日本地方城市日常生活的地方。既有一定的城市规模，也有代表性的在地美食，同时自然风景也展现出独特的宁静与魅力。冰明湖清透而平静的湖水，或许不像富士山脚下背倚高山的湖泊显得壮丽，但也因此少了熙攘，多了一份悠闲。而变天岛海滨公园的晚风更是轻松惬意，可以慢慢的散步，随意的拍照，或许只是静静的坐着，看着夕阳一点点落入湖面。当最后一抹晚霞染红天际的时候，也到了该和这座城市说再见的时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祝你有一个好心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